有人问我，想知道我对选择大学专业这件事有什么看法。他提到一位名叫张雪峰的人建议不要报考新闻学，还列举了几个类似的专业也不推荐，想知道我是不是也认为专业有优劣之分。他的孩子今年要大学入学考了，需要选专业，所以特别想听听我的意见。在我看来，选大学、挑城市、定专业这些事情，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关键。我觉得孩子喜欢什么才是最值得重视的。张雪峰不看好新闻学，可能因为过去那个靠电视报纸传播资讯的时代，这个专业确实很有吸引力。可如今每个人都能透过网络发声，情况完全变了。不过，这种逻辑其实可以套用到很多专业上。我记得有人说过，大学里学的知识早就落伍了，教材可能是10年前的版本，即便用的是最新编写的材料，等你毕业时也已经跟不上时代了。我观察到，越是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，越容易纠结于选专业这件事。他们特别希望孩子学一个容易找工作、收入高的方向。可是，真的有那种天生就好找工作、赚大钱的专业吗？答案恐怕是没有。如果真有这样的专业，大家肯定都挤破头去报读，那些不热门的领域就没人愿意碰了。比如很多人觉得电子工程、软体开发、金融管理、工商管理这些专业很有前途，你随便上网一搜，收入排名靠前的往往也是这些关键字。可你让孩子报了这些热门专业，将来就能顺利找到好工作吗？恐怕未必。如果你的家庭条件有限，不管孩子学的是金融还是哲学，未来的路可能都不宽敞，高几率会转行，然后在摸索中挣扎前行。如果家庭条件优越，不管孩子学的是金融还是哲学，未来的选择都会很多，高几率也会转行，但他们往往能轻松享受生活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上网搜一下，把任何一个专业名字填进某某专业就是个坑这样的句子里，总能找到一大堆抱怨的帖子。最后你会发现，抱怨的大多是普通家庭的孩子，因为不管哪个行业都有明显的阶层差别。就拿土木工程来说吧，条件好的孩子学这个，毕业后直接跟着家里人去做工程项目，坐在办公室里签契约就行。可条件一般的孩子学这个，毕业后很可能得面对风吹日晒、收入微薄的现实，这时候他们多半会跑去网络上吐槽这个专业有多坑人。那么，普通家庭的孩子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有2条路可以走。第一条路是认清父母的局限性。我说过很多次，我们前半辈子过得好不好，几乎完全取决于父母的背景。我这么说，不是要大家去埋怨父母，而是希望大家能正视现实，别总活在不切实际的幻想里，觉得自己能靠道德高尚改变命运。明白这一点后，就别傻乎乎的跟同龄人卷来卷去，否则心态迟早会崩。举个例子，2个人在同一个单位工作，年纪差不多，能力也相当。一个人做事不慌不忙，张弛有度，显得从容大方；另一个人却像打了鸡血，每天拼尽全力，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，坚信努力就能改变人生。年轻时看不出太大差别，可一旦过了30岁，那个拼命的人很快就会感受到现实的压力，生活负担接踵而至，期待的结果却迟迟不到，反而是那个从容的同事升了上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很简单，那个从容的人家里早就备好了车房，毕业没几年就结了婚，还是那种强强联手的婚姻。而那个拼命的人呢，刚工作没多久，家里就盼着他回报养育之恩了。所以早点认清现实，你就能早做打算，另找适合自己的路，而不是跟大家一起挤在一条道上瞎竞争。当然，还要尽快摆脱家族的穷根，你需要的是突破，而不是一味感激祖先。第2条路是接受不确定性。每当有人问我某个专业有没有前途，或者某个平台怎么样，我就能猜到，这个人多半家庭条件一般。因为他的思维总是追求稳妥，总想着选个专业就能保证好工作，加入个平台就能赚大钱。可现实是，这个世界能确定的事情少之又少，如果有，
也早就被有钱有势的人抓在手里了。你可以去查查那些富人家族的起源，看看最早的那个发家的人是怎么崛起的。你会发现，他们年轻时可能是乞丐、流浪者或者社会边缘人，也许是命运弄人，也许是绝处逢生。他们走了一条跟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路，而这条路充满了未知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当年那些下海经商的人完全是社会底层，连个稳定工作都没有。可一旦他们成功赚到第一桶金，大家才反应过来，才看到商机，但那时候已经晚了，大势已定。所以我觉得留给普通人的路本来就不多，我们只能接受不确定性，去闯那些没人愿意碰、看不上或者不看好的领域。当然，这不是件轻松的事，过程可能很艰难，回报的时间也很长。不过在我看来，这2点恰恰是普通人的优势。如果一条路门槛高，过程苦，前途不明，你要知道，愿意走这条路的人其实很少。你坚持的越久，走得越高，优势就越大。回报周期长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如果你去做那种短期末收益、长期回报大的事，就能淘汰掉 99% 的竞争对手。大多数人都只看眼前，坚持不了多久就放弃了。能留下来的往往是赢家。回到选专业这件事，我觉得没必要太纠结。孩子喜欢什么，就让他去试试。专业本身没有绝对的好坏，关键看怎么用。你要是总盯着热门专业，觉得那就能保证未来，未免想得太简单了。现实中，家庭背景、个人努力、运气这些因素，远比专业本身重要得多。穷人家的孩子与其指望某个专业改变命运，不如早点认清现实，找到适合自己的路。富人家的孩子呢，随便学什么都能过得不错。所以，别让孩子被那些所谓的前途预测牵着走，兴趣和心态才是长远的关键。一条路如果门槛很高，路途艰难，前途未卜，你要清楚，真正愿意走这条路的人非常少。你坚持得越久，爬得越高，优势越大。回报周期长也是同理。如果你去做那种1年内没有多少收益，1年后回报巨大的事情，就能筛选掉 99% 的竞争对手。绝大多数人都是短视的，他们坚持不了多久就会放弃。胜者为王就是这个道理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